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用非中公的烤盘烤巧克力戚风蛋糕，想给大家看看水浴法。倒一些温水，水浴法的温度比较稳定，解决了很多烤箱的问题。长时间的烤制呢，蛋糕也不会变干。现在我们预热烤箱。第一步，分蛋。这次我用了5个超大的鸡蛋，你可以用6个鸡蛋。上次说到室温的和冷藏的鸡蛋都可以，后面有一位蓝带的甜品师梦溪留言说呢，冷藏的鸡蛋蛋白打发会更加细腻，希望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尝试。在这里也谢谢梦溪。用一个锅加入油、可可粉，开最小火，温度不要太高，稍微加热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关火，你可以闻到可可粉的香味儿。筛入面粉，普通低筋面粉就可以。用中筋面粉的话呢，会发的稍微高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口感上没有明显的差别。加入牛奶和蛋黄，搅拌均匀。你看到这个稀稠程度是不是跟前面戚风蛋糕那个差不多？蛋白里加入白醋，打发到大气泡出来以后呢，分次加入白糖，打到偏干一点的湿性发泡。从盆子里的这2个尖尖你也能看出来啊，底座是直直向上的，但是这个尖尖是打弯的。我们取它气泡的最大值，同时保留它的流动性。取1/3蛋白霜倒入面糊里面，翻拌法搅拌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全部倒入蛋白霜里。继续搅拌均匀，倒入烤盘里。这个是7寸的直径，4寸的高，你也可以用8寸的烤盘来烤。面糊倒下去的时候慢一点，你看到很多大气泡在那个盆子的边缘破裂。盖上锡箔纸。有人说蛋糕发起来会碰到锡箔纸啊，你给它窝一个帽子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水浴法相对烤的时间长，盖上锡箔纸呢，表面不会太干。放入烤箱，降低温度，烤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去掉锡箔纸，再烤20分钟。烤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拿出来马上震一下。中空的烤盘还好啊，但是这种圆形的烤盘需要这一步，是防止回缩的。蛋糕里面有很多的小气泡，刚出炉的时候，这些小气泡的里面是受热膨胀的气体，还有水蒸气，把这个气泡撑大。在冷却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膨胀的气体会回缩，水蒸气也会变成水，气泡会缩小，蛋糕整体就会回缩。当你把它一震呢，这个气泡被震破，空气形成对流，在冷却的过程中呢，外部的气体啊可以进入蛋糕里面的小气泡，它就不会回缩了。其实啊，大多数气泡被撑破的这一步呢，是在烤箱的最后一个阶段完成的。烤到最后阶段，蛋糕会从它的最高膨胀点回缩一点点，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啊，小气泡已经被撑破了，这个时候蛋糕才是真正的烤熟。出了烤箱之后呢，它才不会严重的回缩，而我们出炉的那一震呢，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不需要完全放凉，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取出来。我烤了一个很厚的蛋糕，给你看一下，它不会回缩。薄一点的蛋糕就更没有问题。切开看看内部结构。
从蛋糕的上层到底部，气泡大小均匀一致，完全不存在上层消泡或者是底部死面的问题。使劲把它压到底，因为它会更湿润一些，回弹的速度会有点慢，但是它完全可以反弹回来。浓浓的可可香味，棉花一般细腻柔软的口感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